最近这段时间，索尼不是在开发布会，就是在开发布会的路上哦。前面才刚发布完 Xperia One Mark IV， 现在又开了耳机发布会，还是2款 WH-1000 XM5 和 LinkBuds S。哦，这2款耳机我正好都有哎。自从降噪豆开始环保之后，现在是越来越环保了，整个包装就没有比耳机大多少。想想我第一次买索尼的头戴耳机，还是我大学刚入学的时候，当时我还带着 XM Mini 上学，现在这都工作了，耳机都出了5代了，套啊套的我都觉得理所应当了。哎，它换设计了，而且是整个从外到内的换了，头梁变成了圆柱形，整个上面都包着层软软的皮，伸缩感的设计也变了很多。我戴着耳机调整长度的时候，终于不会被夹到头发了，起码又改变了，心理上也不会觉得套啊套的那么明显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设计呢，也顺带改了很多操作，耳机伸缩的时候不再有之前那种咔咔的声音了，现在整个有点像 AirPods Max 的那种带点阻尼的滑动，这个手感呢，见仁见智吧。哎，但是我觉得有个地方确实是有点可惜的，它的折叠设计也被取消了。现在的最小形态呢，大约是这么大吧，你们觉得影响会不会很大呢？不过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，有点不太理解的是，为啥这耳机的旋转方向反过来了呀？虽然没有隔壁那么冰凉，但是也好不过皮革吧。设计见仁见智，佩戴的体验确实是更好了。索尼自己的说法是在头梁和耳罩的部分用了船型的减压型皮革，用手按上去的感觉就特别舒服。实际佩戴上呢，我特意让工作室几个戴眼镜的小伙伴也体验了一下，除了一个几乎没有戴过大耳的小伙伴觉得不是很舒服以外，其他的所有人都表示 XM5 不但更舒服，压力更小，而且戴着眼镜也不会让耳朵痛痛。不过最让我惊喜的是 XM4 的音质已经很好了，但 XM5 的音质居然还是有很大的进步。是不是感觉更好了？不得不说，索尼真的把调音玩会了。Hi-Fi 不一定，但是确实好听。低频很带感，但是又不会把其他声音糊在一起，也不会喧宾夺主。降噪水平相比上一代也提升了不少。这次索尼为了 XM5 的降噪，不但塞下了2个降噪芯片，还把麦克风从4个变成了8个，直接就是一个超级加倍。再考虑到 XM5 的佩戴服服帖帖，基本不会漏音，对眼镜兼容也很好，还没有什么耳压，我觉得日常使用还是舒服很多的。哎，该看看这个 LinkBuds S 了。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看到 LinkBuds S 的外观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？你确定这是 LinkBuds S 而不是降噪豆 Lite？之前说 LinkBuds 的这个 Link 是 Link人和环境，确实很形象，可以理解。那这回有耳塞了，还 Link 啥呀？要说有啥相似之处，那就是耳机本体还有充电盒都是用的环保材料，灰灰的，表面摸起来沙沙的。充电盒也是一如既往的简约。本来我也不能理解索尼，但在这几天，我为了这期视频，每天都在降噪豆 LinkBuds 和 LinkBuds S 之间交替着使用。我突然发现，如果不是刻意控制了使用的时间， LinkBuds S 才是这3个耳机里面我最愿意长时间佩戴的。极致通透、极致降噪和舒适的降噪里，大家会选哪种呢？其实很多时候，绝大部分的人并不爱用一个像 LinkBuds 一样完全不隔音、佩戴几乎无感，但是很挑环境的耳机。我之前用 LinkBuds 的时候，只要周围声音大一点，就完全听不到在唱什么了。但反过来，像降噪豆一样降噪几乎完美、音质优秀，但是佩戴太有仪式感的耳机也不太适合。所以 LinkBuds S 就出现了。它在佩戴、音质、降噪这几大项上面都不是极端拔尖，但也都挺不错的。再考虑到价格还便宜不少，确实是个很均衡的选择。但是可能有小伙伴就想问了，说好的 Link 呢？它是不是编不出来了？这里的关键就是它的音质、降噪、体积以及重量都出乎我的意料，尤其是重量，只比 LinkBuds 重了1喵喵，比降噪豆呢轻了30%多。如果装进充电盒里面，重量就是1毛一样的哦。这感觉在脆弱的耳朵上面区别还是相当大的。如果让我来形容一下这个佩戴，我觉得甚至比 AirPods Pro 还要再强一些。虽然塞得紧，但是又没有任何地方会顶着造成压力。再加上这个足够优秀的通透模式，如果想的话，哪怕连续佩戴个大几个小时不摘下来，也不会不方便和不舒服。这应该也就是它出现在 LinkBuds 系列的原因吧。那当然，再舒服，音质不能太差，不然我不戴耳机，不但更舒服，而且还是真通透，对吧？
We could leave the Christmas lights up till January. This is our place, we make the rules. Mysterious way about you, dear. It's 20 years.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哦？我觉得是很够用了。用一句话来评价，那就是它拥有了它这个体积不该拥有的音质。在这之前，我很难想象一个几乎和 Link Buds 一样轻的耳机，居然能有这样子的音质。而且 Link Buds S 居然还给了 LDAC， 也拿到了 Hi-Res 认证，和降噪豆相比也不会差太多。如果实在要说哪里不够好，那可能就是它的声音包裹感还不够强，人声相比降噪豆也稍微差一点。但毕竟价格摆在那里，一切都可以理解。其实也不难看出来啊，索尼这回出的这2款耳机，首先在佩戴上有了不小的升级。其实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，没有对比可能就不知道音质有多好，但是佩戴好，每次使用的时候都能感受到，而且音质和降噪都很符合产品的定位，尤其是 XM5 真无线头戴耳机里面应该是没啥对手了。不过作为代价，便携性就稍微弱了一些。而如果你不是追求极致的降噪或者是音质，想要一个舒服的降噪耳塞，用的还是安卓，那 Link Buds S 还真的挺适合的。对于索尼的定价来说，这也算是很有性价比的产品了。而且索尼的定价嘛，你懂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